上一期呢，我们分享了日本值得学习的4种商业模式，一个是面向银发人群的上门注浴，还有面向男士的细分护肤赛道，以及偏向旅游户外的应接经济，打造景区经营的效率，引入多种业态的创业思考，以及极致的户外体验、户外露营垂类产品、户外桑拿帐篷这4类生意呢，更多的意义呢是为了国内的创业者打开思路。从日本的商业模式可以看到，中国的市场走在前面，提前布局其实更有机会啊。节目播出之后呢，还有在日本小伙伴研修我今天呢会针对初到日本的创业者，还有国内准备来日本移民的小伙伴们开一期这个专题，聊聊这些低门槛的创业项目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打开思路，从容移民。如果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呢，也可以帮助你们去对接一下资源。我是大家谁的芬迪小姐姐，海外投资移民圈14年的经验。视频开始之前呢，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打开小铃铛，不会错过每期干货知识分享。在日本体验 Airbnb 是个非常有趣的体验的，因为它具有特色的钉瓦，还有一些的移护件的，它是在自然的环境当中，你看早上起来透露这个晨光，一下子照在你的脸上那种感觉，从繁华的这个东京的都市呢，到宁静古朴的京都，你这个想象力空间非常饱满，它的运营设计非常的好。大阪、东京、新宿、涩谷和福冈的 Airbnb 的搜索其实凸显了日本的这个吸引力。根据日本国家旅游局呢统计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到，2023年的3月份，国际游客的数量增长了2648.7%，达到了181万人次。此外呢，2023年的4月的数据呢，也继续体验了这一上升的趋势。赴日海外游客呢，这个估计为195万人次，同比增长了1296.7%。2023年的1月份到4月份，总访问量到达了674万人次啊！这些数字呢，凸显了日本作为全球唯一的吸引力的日益增加，以及 Airbnb 房东在该国不断增长的潜力。Airbnb 呢，在日本它是合法的，包含这个东京和大阪，在注册并增加您的许可，正好呢列出您的财产。但在日本呢，开设 Airbnb 也并不是买套房的结束。对于日本公民而言呢，成为 Airbnb 房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，在日本市政厅的登记您的财产，并且每2个月报告一次个人的信息啊。然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呢，整个过程呢更加的复杂，需要与当地机构和这个大使馆联络，语言障碍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呢。我也会帮助您完成这个流程的对接以及资质的把握啊。作为日本人的这个 Airbnb 房东，有一些国办的这个现实需要提前了解，它是分为牌照为民宿啊，或者是酒店牌照。这民泊牌照的话，只能出租您的房子180天。在日本只有2个区不是这样，可以申请到特别的这个民泊牌照啊，其他都是180天。你要关注一下你所申请的这个牌照啊，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你要申请酒店牌照的话，你前面的至少你要在4.5米你能够通过一个消防车，要不然的话你只能申请民泊牌照。所以大家在买房地产之前呢，应该知道你自己的房子到底能不能做这个酒店经营1年，还是说经营半年啊？在日本的农业约占全国 GDP 的1%，尽管只有20%的土地呢适合耕种，但这些空间被密集利用，主要呢用于稻田和田地。虽然日本的形象呢是一个精通技术的工业化国家，但日本的这个城市空间呢却出人意料的充满了农业活动。事实上呢，日本农业总产值的1/3来自于城市的农业，这凸显了其潜力和重要性。此外呢，城市的农民占日本农户的25%。像东京这样的城市呢，不仅仅在密集的公路、铁路和这个建筑网络当中蓬勃发展，而且还拥有了足以养活大约70万居民的农产品。因此呢，城市发展和农业的无缝融合，使得日本成为城市农业技术当中引人注目的案例研究。从创业角度呢，有如下几种的出发点啊：第一，观光型农业；第二，设施型农业；第三，就是特色型农业啊。我们再看一下日本的美业，日本的美业它主要是有再生医疗这个事情啊。再生医疗的话，就是干细胞，在日本的非常火，它有治疗癌症的干细胞，有这个抗衰的，有增强男性性功能的，有很多。所以这块的话，它也成为了很多国家奔赴来日本打干细胞的旅游的增长点啊。因为韩国在禁止，所以在日本的话，很多干细胞的话是来自于韩国。关于再生医疗的话，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，我把资料会发给大家。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了3个在日本蓬勃发展的商业新观察，希望可以带给你更多成长路上的启示。我是大家是的芬迪小姐姐，专注海外身份和地产投资，感兴趣更多日本经营身份
房产配置问题的话，可以私信我，或者在视频内容下评论交流。我们下期见。